李小姐，你确定吗？一旦这样做，这件事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握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，回想起婚礼当天的屈辱，坚定地点头。我不能让他们这样践踏一个女人的尊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梦琪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创意总监。那天本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，我和相恋3年的郑阳终于要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清晨6点，我就起床开始准备，化妆师小心翼翼地为我化着精致的妆容。我的闺蜜小婷在一旁帮我整理着洁白的婚纱，阳光透过教堂的彩绘玻璃窗洒进来，在地上映出斑斓的色彩。梦琪，你今天真的太美了！小婷帮我完成最后的妆容，由衷地赞叹道。我对着镜子露出甜美的笑容，心中充满期待。郑阳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，虽然他妈妈张美琴平时有些挑剔，但我想着只要我们相爱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就在这时，化妆间的门被人敲响，咚咚咚，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请进，我说道，以为是来送花的工作人员。门开了，张美琴一身米色旗袍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。她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高傲，手里拿着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张。梦琪呀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来说说结婚后的家规。张美琴径直走到我面前，连一句祝福的话都没有。家规？我愣了一下，心里升起一丝不安。在我的概念里，现代家庭哪还有什么家规？对，这是我拟好的，你看看。他把那叠纸递给我，语气不容置疑。我接过那几张纸，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。这哪里是什么家规，分明是一份苛刻的保姆合同。我的手微微发抖，简直是在把我当成一个没有人权的免费保姆。我抬头看向张美琴，阿姨，这是不是开玩笑？我们现在是21世纪了，开玩笑？张美琴冷笑一声，我们郑家几代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你嫁到我们家就要遵守我们家的规矩，这些都是为了家庭和谐，你该感谢我提前告诉你。一旁的小婷听不下去了，阿姨，梦琪可是有自己事业的人，怎么能这样要求她？有事业怎么了？张美琴上下打量着小婷，嫁人就要以家庭为重，我们郑家不养闲人，既然要在我们家吃饭，就要付出劳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情。我能问问郑阳知道这件事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也完全支持。张美琴得意地扬起下巴，你以为我会随便定这些规矩吗？杨洋说了，他就喜欢你这种温柔贤惠的女孩，一定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立刻拿起手机给郑阳打电话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听筒里传来他慵懒的声音，梦琪，怎么了？郑阳，你妈妈给了我一份家规，这些规定你真的都同意？我的声音有些发抖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郑阳轻声说，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你就答应吧，家里总要有人管着，不然多乱啊。你知道这些规定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的声音开始带着哭腔，我要放弃我的事业，放弃我的自由，甚至连回娘家的时间都要被限制。梦琪，别这么情绪化。郑阳的语气依旧温和，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漠。结婚后适当放慢事业步伐也是正常的，你要体谅我妈的想法。这一刻，我如坠冰窟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一个平等的家庭成员，而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免费保姆。那个曾经说要和我携手一生，共同奋斗的男人，
此刻显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我放下电话，站起身，看着镜子里穿着婚纱的自己，原本幸福的笑容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苍白和悲凉。不好意思，我拒绝这份家规。我把纸张扔在化妆台上，声音冰冷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张美琴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场婚礼取消了。我坚定地说：“我李梦琪可以不结婚，但绝不会做任何人的奴隶。”张美琴愣在原地，随即暴怒：“你敢？你知道这场婚礼花了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会让我们郑家多没面子吗？”就在这时，我妈妈拿着头纱走了进来，看到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，连忙问：“怎么了？这是？”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，妈妈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她拿起那份家规仔细看了看，气得浑身发抖。“美琴，这样对待孩子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妈妈说：“我们两家是平等的，凭什么你们要这样欺负梦琪？过分！我这是在教她怎么做一个好媳妇。”张美琴理直气谈地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被你们这些父母惯坏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好媳妇，原来在你们眼里，好媳妇就是免费保姆，就是没有尊严的奴隶。今天要不是你把这些规矩提前说出来，我嫁过去后岂不是要被你们吃得死死的？”婚礼取消的消息很快传开，我的手机不断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和电话，有关心的，有指责的，也有幸灾乐祸的。郑阳不断发来短信，说要见面谈谈，但我没有回复。整整1周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试图平复心情。直到那天，我在商场购物时，命运再次和我开了个玩笑。我正在精品店里挑选包包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喊声：“李梦琪！”我转身一看，张美琴正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，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，手指着我的鼻子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害我儿子丢尽了脸面，现在还有心情来购物？”周围的顾客都停下脚步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说：“阿姨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自重。”自重？张美琴冷笑一声：“你倒是挺会装清高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”说着，她突然冲过来推搡我，我下意识地往后躲，没想到张美琴因为用力过猛，自己失去了平衡，从扶梯上摔了下去。啊！尖叫声回荡在商场里。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就听见有人大喊：“快叫救护车！”郑阳赶到医院时，根本不由分说，二话不说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。“你怎么能推我妈？”“我没有推她，是她自己。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打断。“够了！”郑阳怒吼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“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喜欢你这种女人。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妈现在还躺在急诊室。”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不敢相信这个曾经温柔的男人竟然会对我动手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但我倔强地忍住，没让他流下来。“郑阳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句，就认定是我推的你吗？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：“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，还需要问吗？”郑阳冷笑：“监控录像会说明一切，你等着接收律师函吧。”就在这时，我表妹小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：“表姐，我已经拿到监控录像了。”原来小美在事发后立即找到了商场保安，要求调取监控。录像清清楚楚地显示，是张美琴主动推搡我，而我只是本能的后退躲避。看到了吗？我把手机递到郑阳面前：“你妈妈是怎么无理取闹的？现在都有证据了。”郑阳看完录像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：“这一定是你们剪辑过的。”“剪辑？”
小美冷笑：“这可是商场的原始监控。”我们走着瞧。在小美的陪同下，我找到了李律师。这位女律师年过40，眼神犀利，说话干脆利落。这是商场的监控视频。我把 U 盘交给李律师，还有婚礼当天的录音。当时我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，记录下了张美琴和郑阳说的每一句话。李律师仔细查看了所有证据后说，证据很充分，我们可以以以下罪名起诉他们：第一，诽谤罪，他们污蔑你，推倒张美琴；第二，人身伤害，郑阳对你的长乖行为构成故意伤害；第三，精神损害赔偿，包括婚礼当天的精神虐待。案件很快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当地媒体以准婆婆社苛刻家规，新娘取消婚礼遭报复为题进行了报道。许多网友为我打抱不平，郑家开始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。郑阳的妹妹郑玲找到我，希望私下和解。梦琪姐，我知道我妈和我哥做的不对。郑玲一脸愧疚，但是为了大家的面子，能不能私下解决？我们愿意赔偿。我苦笑着摇头，面子？当初你妈和你哥践踏我尊严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的面子？现在舆论对你们不利了，就想私了。可是郑玲欲言又止，别说了，我打断她的话，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。我要让所有像你妈这样的人知道，这个社会早就不是封建时代了，女人不是男权家庭的附属品。开庭那天，法庭内座无虚席，不少媒体记者都来了。这个案件已经成为社会热点。郑阳、张美琴，你们对原告李梦琪提出的指控有什么要说的？法官严肃地问。张美琴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们郑家几代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家规怎么了？我这是为了家族传承。至于商场那件事，明明是他推我在先。我的律师立即播放了监控视频，画面清晰地显示了整个过程。张美琴理亏的表情一览无遗。接着，婚礼当天的录音也被播放出来。录音中，张美琴盛气凌人的语气，郑阳漠视我感受的态度，都被清晰地还原。此外，我的律师继续说，被告郑阳在医院对原告实施了殴打，这里有目击证人证言和验伤报告。经过4个小时的庭审，真相大白。法官宣判，郑阳和张美琴要在3家主流媒体上公开向我道歉，赔偿精神损失费20万元，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。判决结果公布后，我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这场官司的胜利不仅是为我自己讨回公道，更是为千千万万个可能面临同样处境的女性发声。1年后，我参与创立了一个名为新时代女性权益保护协会的公益组织，专门帮助那些在婚恋关系中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女性。我的经历被写成案例，在各大高校的法律课堂上传播。你的故事给了我勇气。在一次公益讲座上，一个年轻女孩含着泪对我说，我差点也步了你的后尘，幸好及时醒悟。我紧紧握住她的手，记住，女人要独立，要有自己的事业，千万不要因为婚姻放弃自我。至于郑家，我听说他们的事业因为这次舆论风波受到很大影响，郑阳的公司客户流失过半，张美琴在圈子里也抬不起头来。他们多次托人来道歉，希望我撤掉网上的相关报道。梦琪，我知道错了。一天，郑阳在我公司楼下拦住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吗？我保证以后不再听我妈的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郑阳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妈的问题，是你从来就没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，而是你们家的附属品。这样的婚姻
注定不会幸福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他还想说什么？够了！我举起手打断他。爱一个人，首先要尊重他的人格和尊严。这个道理，你现在可能还不明白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没有再回头。现在的我依然相信爱情，但更相信自己。我明白，真正的婚姻应该建立在平等、尊重的基础上，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奴役。我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所有在婚姻面前犹豫不决的女性一些启示：宁可不结婚，也不要委屈自己，因为你的人生不该被任何不公平的规则所束缚。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，而不是委曲求全换来的。每一个女性都应该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。我的人生因为那个勇敢的决定而改变，虽然过程很痛苦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雨天里的决定是我此生最正确的选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